你能想象吗？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，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称作马路大，他们不打麻药，就剖开活人的肚子，往血管里灌输一病菌，看着人在痛苦中溃烂死去，还在旁边一笔一画记实验数据。这不是恐怖故事，是二战时日本731部队用数十万中国居民的命堆出来的人间地狱。20世纪30年代，日本揣着征服亚洲的野心占了东北，觉得用子弹杀人太贵，就盯上了细菌武器这种看不见的毒药。哪怕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造进了细菌武器，这群恶魔根本不管。陆军省甚至放话，掌握细菌技术就能用最小代价赢最大战果。医学高材生石井四郎成了这桩罪恶的刽子手。1933年，他在哈尔滨偷偷建家贸部队。1936年迁到平房区后，这里成了全球最大细菌战基地。对外，他们装模作样说净化水源，防传染病。关起门来，实验室熬致命病菌，集中营里关着用来实验的中国人。他们的实验有多丧心病狂？冬天，把人的手脚按进冰水，冻到发黑发硬，再用开水搅，就为测冻伤坏死速度。多少人被生生冻掉四肢，活体解剖连麻药都不给，手术刀划开皮肤时，惨叫声能穿透营地。日本兵却面无表情取内脏当标本。队员胡桃则正邦晚年承认，我解剖过300人，大部分遗体被烧了，只留1/3做标本。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更在法庭供认，1939到1945年，每年至少400人死于实验。他亲眼见3000个马路大被折磨死，这不是数字，是3000条会痛会想家的人命。这群恶魔还把成果用到战场。1939年，诺门罕战役，石井四郎派敢死队往哈拉哈河投22.5公斤病菌，哪怕日苏近河河水有1000多日军误饮身亡，可日本非但不反思，还觉得有用。石井四郎竟因此还受了表彰。之后731的毒手深遍中国。1940年，浙江宁波和南京部队联手撒鼠疫，1个月110多人死，有的家庭全家绝户。1941年，湖南常德空投带鼠疫的跳蚤，疫情烧遍13县，7643人丧命，孩子死了只能用草席买。1942年，云南滇西撒霍乱病菌，58县爆发疫情，9万多人倒下，收尸的人转眼也成了尸体。这些病菌像毒瘤，有的地方至今还受影响。日本还在长春、南京建更多细菌部队。长春100部队把炭疽菌混进香烟，强迫战俘吃，看着他们虚弱而死。南京8604部队派汉奸装难民，带藏病菌的热水瓶往水井投毒，多少人不明不白死去。到1941年，每月能产300公斤鼠疫，1000公斤霍乱，够瘫痪一座大城市。石井四郎更疯狂，想往美国西海岸投病菌，想着不费一旦征服美国，可正义终回来。1945年，2颗原子弹炸在日本，苏联红军打进东北，日本败局已定。关东军慌了，怕罪行曝光，下令销毁证据。8月10日，石井四郎接到死命令，毁了基地，别留痕迹。731的人像疯了一样，砸培养皿、炸监狱、烧记录，只留核心数据由石井带走。撤退前，他们还放了带菌的老鼠跳蚤。平房区又爆发鼠疫，在天冤魂。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731解散。最让人愤怒的是，石井四郎带着用人命换的实验数据套回日本，跟美国做交易，我给你数据，你免我死罪。美国为了冷战先机，竟真的答应了。这群恶魔全身而退。石井开私人诊所装好医生，手下有的进日本政府，有的当医学院教授，活得光鲜。可那些被解剖、被病菌折磨死的中国人，他们的家人至今没等到一句道歉。直到今天，日本还在遮遮掩掩。档案是最高机密，教科书要么不提，要么一笔带过，媒体绝口不提冤魂。但我们中国人永远忘不了那些在731魔窟里绝望死去的同胞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记住，但他们的血，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敢忘，也不能忘。